在这个大陆上，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宝石，里面封印着远古的魔法，人们管它叫魔石。就在贵族们享受奢华生活时，谁能想到在他们脚下的深渊里，一群奴隶正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被迫打磨这些原石，稍有不慎就是死路一条。随着一阵刺耳的铃声，艾伦本以为今天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结果监工突然冲了过来，对着还没打磨好的原石破口大骂。在他眼里，这些奴隶连垃圾都不如，根本换不来钱。监工嘲讽他们手艺太差，根本不配在这里干活。艾伦拿出一块橙色极好的魔石，刚想开口解释说这块石头还没处理完，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对方狠狠一脚踹翻在地。在这暗无天日的工坊里，讲道理只会换来更毒的打。艾伦那腹不服输的眼神彻底激怒了眼前的男人，在这群监工眼里，奴隶的自尊心简直就是笑话。男人一边叫嚣着，一边狠狠地对他拳脚相向，甚至觉得光是打一顿还不够解气。他猛地抓起艾伦的头发，强迫他接手所有人的工作量，甚至还用力扯动他脖子上的锁链，想让他彻底屈服。这下麻烦了，艾伦不仅要忍受身体的伤痛，还要在天亮前干完所有的活。看着监工扬长而去的背影，谁也不知道这个少年还能撑多久。谁也没想到，局面竟然在这个时候反转了。艾伦不仅没有求饶，反而冷静地数着自己挨了几拳。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要求对方再多打自己几下，因为按照这里的规矩，挨一下打就能多换一个磨石头的机会。这种不要命的狠劲，把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监工吓得连连后退，甚至觉得眼前的少年是个疯子。男人落荒而逃，只剩下艾伦被关进冰冷的地牢，但他那副坚定的样子，全被暗处的克劳斯看在眼里。天刚蒙蒙亮，艾伦还沉浸在昨晚的感觉里。对他来说，那些五颜六色的魔石有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尤其是那块浅蓝色的原石，那种纯净和充实感让他暂时忘记了地牢的阴冷，甚至渴望能一直打磨下去。可这种宁静很快就被打破，监工粗暴地踢开牢门，催促着这些奴隶赶紧去干活。身边的克劳斯主动伸出了援手，问他还能不能站起来。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自从艾伦来到这个鬼地方，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找他搭话。他看着身边的克劳斯，心里满是防备和疑惑。在这座吃人的活地狱里，善意比金子还要稀缺。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身体，目光警惕地审视着那张满布皱纹的面孔。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监工的叫骂声就传了过来。在这群恶霸眼里，奴隶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死命的干活。不过艾伦根本没心思理会这些，他的注意力全被手里这块紫色原石吸引了。这种罕见的色泽让他像发现宝贝一样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块石头磨好后会有多漂亮。就在这时，克劳斯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他：“孩子，昨晚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主动讨打呢？”面对克劳斯的追问，艾伦起初并不想搭理，他只想安安静静的把心思都花在手里的活计上。可克劳斯还是不依不饶，想知道他昨天为什么要主动讨打。艾伦沉默了半晌，终于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我只是想磨石头，仅此而已。”对他来说，以前在贫民窟流浪的日子，每天只为了填饱肚子而活，那种感觉就像个行尸走肉，生命里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直到遇见了这些魔石，虽然在这里当奴隶生不如死，但只要能亲手打磨这些宝贝，他的灵魂才像是活了过来。听到这个回答，克劳斯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少年竟然为了这点微光，连命都可以不要。面对克劳斯的喋喋不休，艾伦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冷冷地回了一句：“离我远点，我喜欢什么不关你的事。”在他眼里，这些魔石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矿物，只要不断的打磨，它们就会散发出迷人的光芒，甚至能看到内部流动的纹路。看着这些闪烁的小东西，他那颗饱经风霜的心才能感受到片刻的安宁。可听到这些话，克劳斯的表情彻底变了，他死死盯着艾伦，声音都有些变了调：“孩子，你竟然能看见那些纹路？”艾伦觉得莫名其妙，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看来这个在地牢里挣扎的少年身上藏着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秘密。看着艾伦痴迷的样子，克劳斯意识到眼前这个少年可能真的拥有那种罕见的天赋。他压低声音告诉艾伦：“你看到的那些纹路其实是古代魔法，这些被你们当成苦差事的石头，其实是蕴含惊人力量的魔石。只要配合传说中的魔导书，就能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威力。但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工坊里，他们仅仅是被廉价变现的工具。”艾伦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原以为手里的宝贝就是全部，没想到克劳斯却告诉他，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外面的世界还有烽火雷电，各种属性的魔石数不胜数，远比这里看到的要灿烂千倍万倍。这一刻，艾伦的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对自由的渴望。原来这个地狱之外，真的存在一个像梦一样的世界。听着克劳斯描述的宏大世界，艾伦的眼神彻底变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手里的这块小石头竟然只是通往新世界的钥匙。他迫不及待地追问：“大叔，再多跟我说说，我要去哪才能找到那些宝贝？”克劳斯沉默了片刻，语气变得异常严肃：“想要见到那些东西，你首先得活着离开这里。”可谁能想到，离开这两个字刚说出口，局面就彻底失控了。克劳斯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谁在说要离开这里？”一本散发着耀眼光芒的魔导书出现在他面前，艾伦整个人都定住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光芒。马利克冷笑着挡住去路，问他们还想往哪跑。艾伦死死盯着眼前的仇人，恨不得现在就动手。
可身边的克劳斯语气却变得异常冰冷。他说马利克根本不配当法师。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激烈交锋，陈年的积怨瞬间点燃了空气。克劳斯怒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马利克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亏他们还共事了整整30年。他指责马利克不仅偷走了魔导书，还利用孩子在黑市倒卖魔石，简直是法师界的耻辱。面对这盆当头扣下的脏水，马利克只是冷笑了一声，骂他是个虚伪的混蛋。马利克直接戳中了克劳斯的死穴，说他就是因为太心软，才害得孙女被抓沦为阶下囚。他一边嘲讽，还不忘炫耀战利品，说这位曾经能操控10种魔法的奇迹天才，没了这本魔法书，也就是个废人一个。克劳斯死死盯着他，语气冰冷到了极点，让他把脏手拿开。马利克气急败坏的抱怨说，他原本以为拿到了这本神书，就能掌握毁天灭地的古代魔法，可结果呢？无论他怎么尝试，这书在他手里就像块废铁，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他一怒之下把书和宝石全扔在地上，骂他们是没用的垃圾。可就在这一瞬间，艾伦愣住了，那些被丢弃在泥土里的东西竟然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仿佛跨越了时空，在疯狂呼唤他。这下局面要反转了。马利克做梦也想不到，他亲手扔掉的竟然是艾伦觉醒的钥匙。马利克这只老狐狸终于看出了端倪，他盯着克劳斯的眼睛，语气阴森，说这股力量肯定不是来自外物。他想逼克劳斯交代到底是怎么感知魔石的。见克劳斯不肯开口，直接示意守卫，打算屈打成招。看着克劳斯被按在地上毒打，艾伦急得大喊，却根本无能为力。可克劳斯这块硬骨头，哪怕被打得直不起腰，拳肉相接的闷响令人胆寒。克劳斯咬紧牙关，不肯泄露半声哀鸣。他还是冷笑着回了一句，就算我告诉你凭你的本事，你这辈子也别想看见。这下马利克彻底被激怒了，他盯着马利克，语气里全是轻蔑，说他那双眼睛早就被贪婪给蒙蔽了。马利克这下彻底破防了，他猛地揪住克劳斯的头发，破口大骂，说他现在不过是个随手就能捏死的垃圾。他已经打算把克劳斯当成实验品，要榨干这老头最后一丝利用价值，直到把那双眼睛和力量全部据为己有。这老狐狸终于露出了最狰狞的真面目。克劳斯的处境已经到了绝路，马利克这老家伙彻底疯了。他举起烛台，咬牙切齿的发誓，一定要让克劳斯付出代价。转眼间，整个牢房火光冲天，克劳斯急得大喊，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可马利克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既然这本魔法书没用，那就干脆把它付之一炬，还要彻底断了克劳斯逃跑的念头。哪怕随从冲上来拼命阻拦，马利克还是冷笑着，亲手把书和宝石全部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火势彻底失控了，克劳斯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艾伦竟然直接冲进了火海。他在滚滚热浪中死死盯着那些快被烧毁的魔石，火焰舔舐着晶莹的石面，细微的裂纹在高温下无声蔓延。艾伦不顾灼热伸出了手，克劳斯在后面急得大喊，让艾伦赶紧把那本魔法书抢回来，因为那是所有人的命根子。马利克气得直跳脚，指着艾伦大骂他是臭小鬼，问他是不是活腻了，竟然敢抢东西。艾伦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甩下一句别挡道，接着整个人就没入了漫天火海。他在滚烫的火焰里拼命伸手，指尖离那本魔法书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在书页快被烧成灰的一瞬间，艾伦终于死死抓住了他。就在艾伦拿到书的一瞬间，四周的火焰竟然变成了耀眼的金色，这股力量瞬间席卷了整个牢房。克劳斯盯着眼前的少年，声音都在发抖，问他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传说是真的？艾伦自己也彻底愣住了，他看着身上这股陌生的光芒，完全不知道身体里到底觉醒了什么。艾伦体内的力量彻底失控，这种感觉就像要把旧的枷锁全部烧掉。现在的他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已经完全不同，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马利克简直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一个卑微的奴隶竟然觉醒成了传说中的魔术师。马利克彻底急了，大声命令守卫赶紧把那本书抢回来，绝对不能让这本魔法书落入克劳斯的手里。看来必须动真格了。马利克直接翻开法典，瞬间释放出巨大的水龙。谁能想到马利克的水系魔法竟然完全压不住这股火焰？艾伦惊讶地发现，这些火焰就像有生命一样，竟然能随他的心意而动。马利克这下彻底懵了，这小子才刚刚觉醒，居然就能直接操控魔力，这已经不是天赋的问题了，简直就是个怪物。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艾伦那双紫色的眼睛竟然能看穿魔法书上的古老文字。克劳斯看着眼前的少年，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对古代魔法的契合度。艾伦绝对是个百年难遇的天才，但现在的局面，光有天赋根本不够。艾伦毕竟还是个新手，完全没有实战经验。马利克的实力比他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这样下去，艾伦迟早要被耗死。克劳斯刚想出声提醒，却被身后的守卫死死勒住。艾伦在火焰中咬紧牙关，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把这本魔法书亲手交到克劳斯手里。艾伦抱着魔法书在火海中拼命狂奔，马利克怎么可能放他走？直接掀起巨大的水浪，要把艾伦彻底拍碎在原地。老家火怒吼着想跑没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伦使出全身力气，把魔法书狠狠抛向了克劳斯。克劳斯稳稳接住了魔法书，但艾伦却被狂暴的水流直接冲飞了出去。艾伦大喊着老头子，他已经尽了全力，剩下的只能交给克劳斯了。克劳斯迅速接过几颗宝石，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刺眼的白光瞬间吞噬了战场。马利克这下麻烦大了，
艾伦重重摔在地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他死死盯着远处的马利克，探寻真相的代价往往比想象中更沉重。克劳斯拿着魔法书，语气冰冷地宣告：“这场闹剧到此为止了。”马利克却冷笑一声，反问克劳斯：“难道真以为自己能赢吗？”就在这时，马利克身后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眼神空洞，脖子上全都锁着沉重的铁链。克劳斯彻底愣住了，这些都是被绑架的孩子，但最诡异的是，他们肩膀上竟然长着黑色的晶体。晶体深处透着不祥的幽光，正顺着血管不断向颈部蔓延。孩子们眼神空洞，仿佛灵魂早已被这黑色物质吞噬殆尽。马利克一脸得意，这可是他专门为了对付克劳斯才亲手制造出来的怪物。他伸手按住孩子肩膀上的晶体，马利克简直疯了，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对那些孩子痛下杀手。看着满地倒下的孩子，守卫吓得连连后退，这场面简直就是地狱。克劳斯愤怒地质问：“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拿活人做实验！”艾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真相竟然如此丧心病狂。马利克却一脸淡定，他说：“为了追求力量，这些孩子的命根本不值钱。”马利克看着倒下的孩子，竟然说这是他们的荣幸，这种话简直不是人能说出来的。克劳斯彻底炸了，他愤怒地咆哮着马利克的名字。这一战已经无法回头，黑红色的邪气瞬间爆发，但克劳斯手里的魔法书直接掀起了漫天大火，整片区域都被火焰吞噬，守卫他们根本不敢靠近，这局面完全失控了。艾伦在火光中看呆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魔法。克劳斯拼尽全力的一击，能不能彻底终结这个疯子？马利克现在狂得没边了，他看着被压制的克劳斯，说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太久。他甚至打算把克劳斯和艾伦全都变成他的实验材料，连一滴血一根骨头都不放过。眼看局面就要彻底崩盘，艾伦突然拿出了那颗紫色石头，他在火光中拼命回忆，想要找回之前那种特殊的感觉，只要能再次触发那个印记，能不能反杀这个疯子，全看这最后的一搏了。艾伦绝不接受这种命运，他不想一辈子被关在这里，更不想当什么实验品，他要走出去，去见那些真正重要的人，谁也别想拦住他。就在这一刻，他手里的紫色石头彻底炸裂，恐怖的能量瞬间席卷全场，这股力量简直要吞噬一切。艾伦整个人都被紫光包围，马利克和克劳斯都看傻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少年的体内竟然藏着这种怪物。艾伦现在彻底疯了，他体内的能量像火山一样爆发，紫红色的气息瞬间淹没了全场。马利克这下真的慌了，他原本以为能掌控这个少年，结果却亲手放出了一个怪物。艾伦死死盯着眼前的一切，他大声咆哮着，要让这里的所有人都去陪葬。这简直不符合常理，马利克完全不敢相信，这小子竟然没用魔法书，就直接调动了远古魔法。艾伦冷冷地说：“让这一切全都化为灰烬吧。”这下彻底失控了，他竟然想让魔石直接暴走，要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马利克气急败坏地大喊：“你不过是个卑贱的奴隶！”他显然还没意识到，眼前的局面已经彻底失控，这种程度的魔法根本压不住现在的艾伦。就在这一片火海中，那个原本该死掉的少年竟然一步步走了出来，这股恐怖的气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怪物已经彻底觉醒了。马利克这下彻底急了，对着手下疯狂咆哮，让他们赶紧解决掉艾伦。守卫们虽然心里打鼓，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围上来，场面瞬间乱成一团。艾伦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心里很清楚，必须尽快带大家冲出去。艾伦大声提醒：“老头，小心你身后的人！”艾伦的能量彻底爆发了，红黑色的火焰横扫全场，那些守卫根本来不及反应，惨叫声此起彼伏，刚才还嚣张的追兵瞬间就被这股力量吞没。马利克气得破口大骂，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子的力量竟然强到这种地步。艾伦一步步走近，眼神里全是冰冷的杀意，最后的清算就在这一刻了。克劳斯赶紧招呼孩子们，让他们趁乱快跑，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艾伦独自挡在最前面，红黑色的能量疯狂肆虐，把马利克的攻势全部挡下。马利克这下彻底破防了，他堂堂一个大魔法师，竟然被个奴隶逼到这份上。他一边咆哮一边开大，死活不承认自己会输。他咒骂着艾伦，说是这个奴隶小鬼毁掉了他筹备多年的计划。马利克猛地抬起手，使出最后的杀招，咆哮着让艾伦去死。一团漆黑的能量瞬间炸开，直接把艾伦死死困住。这下真的危险了。马利克引以为傲的防御，在艾伦面前简直像纸糊的一样。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他最后的保命手段彻底失效了。马利克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狂暴的能量瞬间吞噬。他这辈子可能都没想过自己会栽在一个奴隶手里。艾伦冷冷地看着倒地的对手，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谁敢挡他的路，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站在一旁的克劳斯都看傻了，他知道艾伦天赋异禀，但没想到这孩子刚觉醒就能把马利克这种级别的法师按在地上随便摩擦。艾伦转过头看向克劳斯，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问这老家伙是不是坏人，如果是的话，那就该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了。克劳斯点了点头，既然这老家伙作恶多端，那就干脆把他一锅端了。他启动了手中的魔法术，直接把昏迷的马利克给捆了起来。克劳斯决定要把马利克带回地面去，让他接受应有的审判。这下马利克是彻底栽了，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透支体力的后遗症瞬间爆发，身体不由自主地向一侧倾斜。克劳斯赶紧扶住艾伦，提醒他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艾伦低声应了一句，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往前走。
两人带着昏迷的俘虏，头也不回地走向出口，身后的地牢已经变成一片火海。走出阴暗潮湿的地牢，刺眼的阳光洒在身上，艾伦和克劳斯终于重见天日。这一刻，他们等了实在太久。看着眼前广阔的世界，艾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逃出了那个地狱，自由的味道原来是这种感觉。克劳斯也兴奋的不行，两人还没站稳脚跟，艾伦就开始打听接下来的计划。他想知道那些神秘石头的下落，毕竟想要走得更远，必须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周围的气氛突然变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守卫猛地从阴影里冲了出来，带头的指着艾伦大喊：“就是这个奴隶放火烧了宅邸！”谁能想到，刚逃出火海的艾伦，转头就被送上了审判席。面对黑压压的观众，他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法官甚至连走个过场都嫌麻烦，直接宣布了艾伦的罪状：放火焚烧大法师马利克的宅邸。这在他们眼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死罪。更绝的是，法官根本不给艾伦辩解的机会，只因为他是个奴隶，就直接剥夺了他说话的权利，当场宣判死刑。台下的观众彻底炸了锅，各种恶毒的咒骂扑面来。在这些自诩高贵的人眼里，奴隶的命根本就不算命，他们只想看艾伦快点死。艾伦被守卫强行拖走，他试图小声反辩解，说火根本不是他放的，但在排山倒海的恶意面前，他的声音显得那么无力。就在艾伦命悬一线的时候，审判厅的大门突然被推开，半路杀出各程咬金。克劳斯竟然在这个时候大声喊出了异议，全场的人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穿着华丽法袍的老头，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奇迹编织者。艾伦更是愣在原地，这老头怎么换了身形呢？克劳斯完全没在怕的，他当众叫板法官和国王，直言这种审判太草率，仅仅因为奴隶身份就定死罪，简直就是在践踏真相。他直接把目光投向高处，当面质问国王的看法。这胆量确实没谁了。整个大厅安静的可怕，所有人都在等国王的反应。结果国王缓缓开口，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怀念。原来这两个人是老熟人，这下局面彻底反转了。艾伦的命看来是保住了。国王坐在高位上，还是咬死不松口。他觉得既然艾伦是个奴隶，判死刑就是最公平的结果，甚至还反问克劳斯为什么要替这种人出头。克劳斯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扔了一颗重磅炸弹，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这个孩子是他的亲传弟子。全场瞬间死一般寂静，国王更是惊得直接站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卑微的奴隶竟然真的觉醒了力量。克劳斯拿出了魔法书，当众展示了那颗闪耀的宝石，这可是觉醒者的证明。艾伦看着眼前的局面，终于露出了自信的笑容。看着克劳斯为自己撑腰，艾伦心里总算明白了，在这个看人下菜碟的地方，光靠讲道理是没用的，只有亮出底牌，才能让这群人乖乖闭嘴。他环视着看台上的贵族，还有高高在上的国王，既然你们只认价值，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我艾伦绝不仅仅是一个奴隶。他死死抱住那本魔法书，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沉重的锁链终于被解开，艾伦重获自由的这一刻，全场的目光都变了。克劳斯提议听听他的说法，但高高在上的国王根本不相信一个奴隶能觉醒，台下的贵族们更是炸开了锅，在他们眼里，这种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就在这时，艾伦直接用行动打了所有人的脸，巨大的水流瞬间席卷全场，这下谁都坐不住了。原本轻蔑的国王此刻也陷入了沉默。这就是水魔法的力量吗？艾伦看着指尖流动的魔力，还没来得及仔细感受，台下的贵族们就彻底破防了。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歇斯底里，他无法接受高贵的血统竟然输给了一个卑微的奴隶。面对这些刺耳的嘲讽，艾伦只觉得他们吵闹，他随手一挥，巨大的水流直接逼近观众席，这下全场瞬间安静了。艾伦冷冷地看着这些贵族，什么血统和地位，在他的力量面前根本一文不值。难道贵族和法师的命就真的比别人高贵吗？艾伦步步紧逼，质问他们是不是有权随便杀人。那个戴礼帽的贵族彻底慌了，在水魔法的威胁下，他只能大喊杀人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下正中艾伦下怀，既然杀人是重罪，那些随意践踏奴隶性命的人是不是更该受到惩罚？马利克才是那个该受审的人。艾伦当众揭开了最黑暗的真相，那些消失的孩子全都被送进了人体实验的火坑。国王转头看向克劳斯，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结果克劳斯直接点头承认，甚至说出马利克的庄园地下室就藏着烧不掉的铁证。艾伦看着那些受苦的孩子，心里已经有了决断。如果这个国家仅仅因为他是奴隶就要处死他，那他手里的魔导书绝不会坐以待毙。艾伦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这个国家容不下他，他会用尽全力杀出一条血路，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克劳斯突然开口反问国王，这么难得的天才法师，难道真的要让他流落国外吗？这句话彻底点醒了国王，他当众宣布审判到此为止。既然艾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那该受罚的人就不该是他。国王直接下达了死命令，立刻派骑士团查封马利克的庄园，要把那些见不得光的证据全部翻个底朝天。他让克劳斯盯紧这个新收的徒弟，绝对不能让艾伦离开视线。克劳斯低头领命，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下了。走出沉闷的审判厅，艾伦终于能大口喘气了。看着眼前这个救命恩人，艾伦心里直犯嘀咕，听说这老头外号叫什么最强法师，他忍不住凑过去打听，想知道克劳斯到底有多大本事。克劳斯只是笑了笑没说话，但这爷俩的缘分算是彻底绑在一起了。克劳斯这老头还挺讲究，非要艾伦改口叫他师傅，还强调自己不是一般的法师，而是地位极高的魔导书魔法师。艾伦可没心思听这些虚名，他现在满脑子都
都是寻宝，急着打听那些石头的下落，甚至连行李和坐骑都想好了，恨不得马上就出发。结果克劳斯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让他老老实实从基础学起。艾伦一听要读书就头大，他只想赶紧去冒险，根本不想当什么魔法师。克劳斯突然变得一脸严肃，他告诉艾伦，现在的世界早就乱套了，西边的恶魔正在到处杀人，外面到处都是危险。就凭艾伦现在这点三脚猫功夫，一个人跑出去闯荡，那跟送死没什么区别。真正的考验才刚刚摆在他面前。克劳斯说话一点不留情面，他直言，就凭艾伦现在的本事，还没走出人界就要丢了性命。外面的世界远比想象中残酷。艾伦死死握住拳头，哪怕明知道前路凶险，他也要去寻找那些石头，因为正是克劳斯亲口告诉他，这个世界还有更广阔的地方。看着倔强的徒弟，克劳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拿起厚重的书敲在艾伦头上，既然非要去送死，那就要先学会怎么活下来。想找到那些传说中的石头，光靠蛮力可不行。克劳斯要求艾伦必须先长点见识，成为一名真正的魔导书魔法师。这寻宝的第一步竟然是从读书开始的。克劳斯指着那些发光的石头，告诉艾伦，这不只是亮晶晶的玩意儿，它们的属性和背后蕴含的魔力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规则。只要弄懂了这些，看世界的眼光都会完全不同。老头给艾伦指了条明路，去魔塔学习，成为一名真正的魔导书魔法师。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他现在最缺的权力和力量，这才是寻找石头的唯一捷径。克劳斯语重心长地叮嘱，要学会利用魔塔这个靠山，只有自己变强了，才能在这个乱世里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艾伦看着自己满是伤痕的双手，心里反复念叨着这句话。他终于意识到，想要不再被人左右命运，就必须掌握那股足以翻盘的力量。这一刻，他眼里的迷茫彻底消失了。艾伦终于松口了，既然师傅把话说到这份上，那他就去那个魔塔见识见识，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名堂。不过他还是那副叛逆的样子，当场给克劳斯立下规矩，要是觉得在那里纯属浪费时间，他随时都会拍屁股走人，谁也拦不住他。克劳斯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一副计划通的笑容，他大方地表示没问题，随后正式宣布，欢迎来到魔塔。来到魔塔的第一天，艾伦终于看清了这个守护国家的最高机构。马利克边走边叮嘱，这里不仅要抵御魔族，还是研究古代魔法的核心。在这里，每个魔法师都能自由行动，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马利克指着楼梯说，剩下的手续你自己去办，我已经跟人打过招呼了。艾伦愣了一下，问，师傅，那您要去哪？马利克摆摆手说，我还有别的事要忙，接下来的路你自己走。看着师傅离开的背影，艾伦只能独自出发。这旋转楼梯长得没个尽头，只能硬着头皮迈开腿，靴子踩在石阶上发出单调的回响，一圈又一圈，向上延伸的阴影仿佛永远没有终点。等他终于爬到顶层，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这哪里是办事处，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眼前的空间大得离谱，就像走进了一本巨型魔导书，到处都是忙碌的魔法师。就在艾伦看花眼的时候，一名女职员突然跑过来，准确喊出了他的名字。他说塔主早就打过招呼，随后熟练地办好了所有手续，把一块金属牌递到他手里，这是你在魔塔的身份证明。从这一刻起，艾伦再也不是那个带枷锁的囚犯了。艾伦端详着手里的身份牌，这上面竟然镶嵌着一颗水属性的魔石。女职员笑着解释，只要多做任务，攒够功绩，你的等级和薪水都会往上涨。艾伦一听就坐不住了，问现在有没有能接的任务。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试身手。女职员指着大厅中央说，这里所有的任务和记录都存在这本记忆之书里，只要把手放上去，魔塔的大门就正式为你敞开了。随着系统认证成功，艾伦正式成了魔塔的见习生，还能直接用语音查询任务。女职员在一旁提醒，见习生必须跟高级法师组队，而且塔主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可一伦根本没听进去，随手往屏幕上一指，选了个最危险的矿脉调查。女职员当场就急了，那是毕业级别的任务，还得跟魔族正面硬刚。他指着任务单上的红色印记，那是足以让新手送命的禁区，绝非一个新人该触碰的领域。结果系统提示音响起，申请竟然直接通过了，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女职员急得直跺脚，说就算导师是卢卡斯大人，这个任务也实在是太玩命了。艾伦却一脸淡定，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危险，反而好奇这个卢卡斯到底是哪位。两个职员立刻开启崇拜模式，说卢卡斯可是塔主的唯一传人，只用4年就成了高阶法师，在所有人眼里，能跟着这种天才学习，那是几辈子修来的荣幸。周围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甚至有人在低声惊叹他的好运。这种一步登天的机会，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女神的眷顾。可一伦听完却沉默了，在他这个前任奴隶看来，这种随叫随到的唯一弟子，跟高级奴隶也没啥区别。在职员们的口中，卢卡斯是个优雅温柔的绅士，更是魔塔里100年一遇的天才。艾伦看着手里的分配名单，虽然心里觉得挺麻烦，但为了能快点升级也只能忍了。可当他推开大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怀疑人生。原本预想的威严研究室并不存在，一股陈旧的灰尘味扑面而来，视线所及之处全是堆积如山的杂物和废纸，屋子里乱得跟一锅粥一样。那位传说中的天才前辈正戴着口罩疯狂挥舞鸡毛掸子，他一边干活一边大声抱怨，说自己才离开3天，这里就变成了垃圾场。卢卡斯摘下口罩，露出了那张传说中优雅的脸，他以前辈的身份自居，让艾伦有不懂的尽管开口。他觉得艾伦肯定在为第一次任务感到紧张，还拍着胸脯保证会罩着他。
可一轮根本没打算按部就班的跟着他混，直接递过去一张新的任务单。卢卡斯原本还一脸从容，可等他看清上面的内容，整个人彻底淡定不下来了。那可是南边森林的矿脉调查，这小子是真打算第一天上班就去送命吗？卢卡斯还在纠结任务太危险，艾伦却根本没打算商量，直接问什么时候出发。卢卡斯下意识地开始分析行程，说明早拼个马车，2个小时就能到森林。结果他话还没说完，艾伦就直接拍板定下了时间，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卢卡斯急得想叫住他，结果手里的文件撒了一地，只能蹲在地上面捡边抱怨。看着这位前辈狼狈的样子，艾伦心里却有了底，这家伙虽然有点碎碎念，但大概是个挺善良的人。艾伦却没打算表现得太友好，他只想趁着出发前的空档，把所有能变强的知识都塞进脑子里，只要能拿到魔导书的选择权，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要比别人更早踏上征途。艾伦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在书堆里睡熟了。不远处的桌子前，卢卡斯正对着几颗发光的宝石出神，显然已经忙了很久。这大半夜的，卢卡斯到底在研究什么秘密？屏住呼吸，仔细端详，那背影透着一丝诡异的专注，只有刻刀划过石面的细微声响。卢卡斯转过头，有些抱歉地问：“是不是吵醒你了？”艾伦还没完全清醒，只能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大半夜的，卢卡斯到底在研究什么秘密？艾伦盯着手里的宝石，忍不住感叹：“这东西真漂亮。”卢卡斯却一脸严肃地说：“整个魔法塔里能看见宝石中远古魔力的，除了师傅和我，现在又多了一个你。”就在卢卡斯滔滔不绝的时候，艾伦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些宝石的金边装饰竟然全都不一样。卢卡斯这下也愣住了，他原本以为艾伦只是个新手，没想到这小子一眼就看穿了宝石分类的秘密。看来这堆不起眼的石头背后藏着更大的麻烦。卢卡斯耐心地解释说，这些蕴含古老魔力的原石，只有经过加工，才能变成法师可以使用的宝石。他指着艾伦手里的2颗说，右边那个刻着羽毛图案的是属性宝石，能操控水、火、风、雷这些自然力量，而左边那个刻着植物图案的，则是衍生宝石，它的功能更奇特，能让你透视物体或者听力翻倍。艾伦这下总算听明白了，原来这些亮晶晶的小石头，每一颗都藏着改变规则的力量。卢卡斯指着魔法书上的纹路说，左右两边的回路完全不同，它们分别对应着自然属性和特殊衍生力量。艾伦这下总算看明白了，原来这些复杂的线条才是引出远古魔法的关键。卢卡斯的神情变得非常严肃，他说，魔法书对法师而言就跟自己的命根子一样重要。听到这句话，艾伦突然愣了一下，因为失踪的师傅曾经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看来这本沉甸甸的书里藏着的秘密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卢卡斯拿着那本华丽的魔法书说，只有完全适配自己的书才能发挥出真正的魔力。艾伦这下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师傅以前总说书就是法师的第2条命。卢卡斯一眼看穿了艾伦的心思，说他之所以敢接下这么危险的任务，就是为了拿到那个奖励，获得挑选属于自己魔法书的权利。艾伦没有否认，对他来说，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彻底信任的伙伴。第2天一早，艾伦就独自踏上了旅程，目的地是危机四伏的南方森林。卢卡斯一路上都在抱怨，这雨后的泥巴路实在太难走，腰都快要累断了。可当他们终于赶到矿工村，眼前的景象却让人脊背发凉。大白天的，村子里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艾伦看着空荡荡的街道问，矿井真的离这儿这么近吗？卢卡斯点点头说，穿过村子就是矿井入口，如果这里出了事，那说明危险已经蔓延过来了。话还没说完，四周突然传来了异响，这帮长着多只眼睛的畜生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看这架势，他们已经把村子当成猎场了。卢卡斯一边后退一边确认，问艾伦有没有带好那本魔法书，毕竟那是他们唯一的胜算。艾伦翻开书，清点着任务配发的3颗宝石，火、水还有土属性，现在全都能派上用场。用火攻虽然最快，但万一烧了村子就麻烦了。既然火不能用，那就只能换个法子，给这些怪物一点颜色瞧瞧了。卢卡斯一脸严肃地叮嘱一轮，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别乱跑，说会好好保护他的安全。艾伦笑了笑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保护自己这种小事我还是能办到的。话音刚落，艾伦手中的魔法书瞬间爆发出强光，那股惊人的魔力直接把周围都照亮了。艾伦根本没打算退缩，他告诉卢卡斯自己一个人就能搞定，但这股宝石的力量比想象中还要狂暴，想要控制住它并不容易。眼看3头魔狼已经扑到跟前，局面瞬间变得非常危险。艾伦咬牙使出全力，这一击必须跟他们硬碰硬了。艾伦这下找对路子了，他大声提醒卢卡斯，只要击碎这些魔物的核心石，就能彻底解决他们。卢卡斯听完直接愣住，没想到这个小师弟竟然把书里的知识全记住了。他笑着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既然艾伦这么有本事，那就看看他到底能做到哪一步。2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周围的魔物被成片清理，远处的村庄惨叫连天，魔物正在疯狂袭击村民。艾伦急得不行，但他发现自己离得太远，根本赶不上救人。就在这关键时刻，卢卡斯一把从身后拽住他，提醒他拿稳手里的魔法书。既然距离太远，那就用风开路。卢卡斯直接发动了大范围咒语，狂风瞬间席卷全场。卢卡斯带着艾伦从天而降，眼看魔狼就要咬断村民的脖子，情况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卢卡斯大喊一声艾伦的名字，2人在空中飞速掠过。
艾伦死死盯着下方的魔物，手中的魔法书瞬间亮起，狂风在耳边呼啸而过，书页在指尖疯狂翻动，魔力的纹路顺着手臂蔓延，致命的蓝光已经锁定了目标，巨大的魔法阵在地面铺开，几根石柱拔地而起，直接把魔狼顶飞了出去。这波救场简直太及时了，卢卡斯救下受伤的守卫，让他赶紧撤到安全的地方。还没等大家松口气，林子里突然传出一声咆哮，真正的麻烦找上门了。一只巨大的魔狼挡住去路，卢卡斯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刚才有这么多小怪，原来是这只老祖宗在带头。艾伦盯着魔狼头上的核心石，发现里面竟然闪烁着金光。他突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不破坏核心石，能不能直接干掉这怪物？卢卡斯被问得一头雾水，从来没人试过这种打法。艾伦到底在核心石里看出了什么名堂？卢卡斯盯着魔狼看了半天，却什么异样都没发现。但在艾伦眼里，那颗核心石正散发着某种只有他能看见的光芒。艾伦已经按捺不住了，既然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就只能把那块石头抢过来。他甚至已经开始计划该怎么封锁魔狼的行动。卢卡斯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子难道真的没撒谎？虽然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决定相信艾伦的直觉，毕竟这小师弟眼神确实好使。两人达成共识，准备联手拿下这只大家伙。艾伦兴奋的眼睛都亮了，他非要把那块发光的石头拿在手里看个明白不可。卢卡斯决定全力配合艾伦，他先一步冲向魔狼，打算用风系魔法死死锁住怪物，给艾伦创造出手的机会。随着卢卡斯一声令下，强力的风之束缚瞬间炸开，魔狼被困在风暴中心，动弹不得。卢卡斯大喊着艾伦的名字，示意他赶紧动真格的。艾伦蹲在地上死死盯着目标，他并没有急着发动攻击，而是在脑海中疯狂构思，只要地面变成了流沙，这只庞然大物就彻底废了。艾伦这招简直太绝了，他先让魔狼脚下的地面沙化，紧接着注入大量水分，瞬间把平的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泥潭，这只庞然大物直接陷了进去。随着泥水迅速收紧，魔狼被死死卡在原地，动弹不得。艾伦看准时机，大喊一声，示意卢卡斯赶紧补刀。卢卡斯在高空早已准备就绪，他挥动手中的魔法书，无数道凌厉的锋刃呼啸而下。谁能想到，卢卡斯那道凌厉的锋刃竟然被魔狼直接弹开了。这怪物的防御力硬得离谱，单靠风系魔法根本切不动。卢卡斯这下也犯了难，连最锋利的招式都没用，接下来的仗还怎么打？就在这时，艾伦盯着手中的红色宝石，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将这股不稳定的能量强行融合，既然单属性的攻击不够看，那就给他加点料。艾伦对着高空的卢卡斯大喊，让他把刚才的招式再来一遍，他要尝试一种从未有过的配合。卢卡斯虽然心里没底，但还是选择无条件相信小师弟。他再次翻开魔法书，狂暴的风源速虫心在指尖汇聚。既然硬碰硬行不通，艾伦决定剑走偏锋。他利用红色宝石释放出狂暴的热量，打算强行把火属性融入卢卡斯的锋刃。这简直是个疯子才敢想的计划。高空的卢卡斯直接看傻了，这种跨属性的融合魔法在常理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但眼前的锋刃确实开始变色，一股毁灭性的气息瞬间炸开。艾伦死死盯着空中的能量，他还在疯狂加码，让火焰的力量再多一点，只要能突破那个临界点，这只魔狼就彻底玩完了。两种狂暴的力量在空中剧烈摩擦，魔狼似乎也察觉到了危险，发出了不安的嘶吼，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一击的威力绝对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艾伦一声令下，融合了火焰的锋刃咆哮而出，卢卡斯在高空全力配合，这一击直接贯穿了魔狼的防御，这只庞然大物终于轰然到地。艾伦从高空急速坠落，但他根本没管自己的安全，眼睛死死盯着那颗红色宝石。在落地前的一瞬间，他终于把它稳稳接在了手里，竟然真的成功了。艾伦手里这块红色的石头就是传说中的恶魔核心。卢卡斯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这小师弟真不是一般人，单论这份纯粹的爆发力，已经够得着终极魔导师的门槛了。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这种级别的天赋，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动静。能把别人的魔法同步到这种程度，艾伦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怪物，这脑回路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艾伦兴奋地显摆手里的宝贝，但这块石头的红光非常微弱。卢卡斯盯着看了半天，也没瞧出什么名堂。艾伦把石头凑到对方眼皮子底下，反复变换着观察角度，看来这石头的来历只能等回去问师傅了。卢卡斯盯着那块红石头，要是这玩意儿真有古代魔法，没准能把它做成厉害的武器，那可就真是捡到宝了。讨伐任务总算顺利结束，守卫们赶紧跑过来确认情况。卢卡斯最担心的还是村民，只要没人受伤，这趟差事就算圆满交差了。就在大家准备撤离的时候，艾伦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刚才那一瞬间，他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爬升。艾伦整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卢卡斯察觉到他的异样，但也只是简单问了两句，毕竟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两人带着战利品回到了镇上，看着镇民们团聚的温馨画面，艾伦却始终没法从刚才的幻听里走出来。卢卡斯倒是动作利索，一进屋就开始清点魔法书和珠宝，东西倒是全都完好无损。既然任务还没完，卢卡斯决定带艾伦去矿井看看那里的魔石矿脉，毕竟确认魔石的真伪是他们这些魔导师的本职工作。
一听说有大块的魔石，艾伦整个人都兴奋了，恨不得马上就冲过去。他还在惦记刚才那个奇怪的声音，总觉得矿井里藏着什么秘密。就在两人准备出发时，一个老人突然冲出来拦住了路，他语气非常强硬，严禁任何人进入矿井，生怕惊动了那位清沼大人。卢卡斯听得一头雾水，这清沼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老人一脸严肃地说：“那是守护森林的神灵，从很久以前就住在矿井里了。谁要是敢去打扰，后果根本没法想象。看来这趟矿井之行远比他们预想的要麻烦得多。”老人家还在那儿不依不饶，非说是年轻人不敬神灵，才招来了恶魔的报复，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卢卡斯可没心思听这些，他看准时机，带着艾伦悄悄溜进了矿井。毕竟任务在身，现在可是潜入的大好机会。矿井里阴森森的，卢卡斯推测那个所谓的清沼大人很可能是一只幻兽。这种生物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恶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身体全是由魔石构成的。一听到魔石这两个字，艾伦的眼睛都亮了。卢卡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小师弟的心思真是一眼就能看穿。卢卡斯一边带路一边科普，说这些幻兽能活上千年，还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古代魔法，大陆上多的是魔法塔都没记录的家伙，因为实在太罕见了，他们经常被当地人当成神来拜，就像那个所谓的清沼大人一样。艾伦听得心里直痒痒，忍不住问这里会不会也藏着一只？毕竟要是能亲眼见识一下，那可就太刺激了。卢卡斯却给他泼了盆冷水，说这种没备案的幻兽可遇不可求，别指望能随随便便撞见，毕竟在凡人眼里，他们可是真正的神灵。卢卡斯接着说，这些幻兽行事全凭心情，要是看中了哪个魔导士，甚至还会送上一份大礼。不过这在古书里基本都被当成童话故事看。艾伦却听进了心里，会送礼物的神灵吗？他实在好奇，全身由魔石构成的生物到底长什么样。脑海中浮现出晶莹剔透的轮廓，传说中的幻兽是否真的拥有操控魔力的心脏？指尖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要是能跟他们聊聊，说不定就能搞清楚魔石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刚才那个奇怪的声音真的来自一只幻兽？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卢卡斯停下了脚步，目的地终于到了。眼前的景象让艾伦愣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魔石矿脉，无数金簇从洞顶垂落，如星海般铺满整个世界，空气中流淌着浓郁的以太，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看着眼前发光的矿脉，艾伦忍不住伸手去摸，这亮晶晶的魔石确实美得让人移不开眼。他笑着跟卢卡斯显摆说，既然能看到这股金光，那找奇宝贝来可比普通人轻松多了。卢卡斯点点头，夸他把教过的东西都记住了。可还没等两人高兴太久，矿井深处突然传出一阵动静，艾伦猛地停下动作，死死盯着黑暗的尽头。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艾伦正打算循着动静找过去，结果一个没留神，脚下直接踩了个空。卢卡斯在后面根本拉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路惨叫着摔进深渊。等艾伦晕头转向的爬起来，正打算揉揉摔疼的屁股，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这一跤竟然直接摔进了矿脉最核心的秘密基地，四周全是极品魔石，散发着让人心醉的光芒。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人看呆了，到处都是晶莹剔透的魔石，美得根本不像是在人间。卢卡斯赶紧确认艾伦的情况，得知他暂时没事，他决定继续向深处探索。可越往地底走，周围的蓝色就变得越深沉，甚至透着一丝诡异。就在这时，结晶后面突然传来了动静，这冰冷的石头里竟然藏着活物。咔嗒一声，晶莹的缝隙间掠过一道黑影，这到底是个什么生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苍老的声音直接在他脑子里响了起来。对方说自己没有恶意，只是个古老的灵魂，但这声音不是靠耳朵听的，而是直接在意识里回荡。更离谱的是，这巨兽的全身竟然全是由魔石构成的，他到底在这里守着什么？艾伦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忍不住问了一句：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兽？巨兽的声音在空间里回荡，他说自己确实被这么称呼过，而且他在艾伦身上闻到了一股非常怀念的气息。最让巨兽在意的是，艾伦这双眼睛竟然能看到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的世界。艾伦看着手心里闪烁的金光，一脸疑惑地问：难道指的就是这些光芒吗？巨兽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光，这可是消失了几个世纪的古代魔法。艾伦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既然这种古代魔法这么强大，为什么别人都看不见？巨兽无奈地表示，他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他想起一位老朋友说过，这双眼睛可不一般，那是只有被世界宠爱的人才能拥有的宝物。艾伦低声重复着这句话，被世界宠爱吗？他看着自己的双手，陷入了沉思。这种从未听过的说法，让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艾伦轻轻触碰着巨兽，那种冰凉又厚重的质感，让他忍不住感叹：神兽果然是世界上最美的生物。巨兽显然被这句话触动了，他轻声向艾伦道谢，并提到下次见到七星王时，一定要好好炫耀这次相遇。艾伦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七星王到底是什么来头？巨兽语气变得庄重起来，那是站在古代生物顶点的7位王者，也是支撑这个世界的支柱。艾伦这下彻底坐不住了，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比眼前这头巨兽更恐怖的存在吗？巨兽感叹自己活得太久，稍微多说几句话就觉得累了。他告诉艾伦自己必须再次陷入沉睡。艾伦心里还有一堆疑问，那些所谓的七星王到底在哪？古代魔法的真相又是什么？巨兽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温柔地安慰他，作为被世界宠爱的孩子，只要带着这双眼睛走下去，命运迟早会让他和七星王相遇。
到时候那些王者会亲自指引他去寻找魔法真正的源头。巨兽在临别之际，决定送给艾伦一份祝福。他说，虽然这份魔法有点复杂，但如果是艾伦的话，一定能够掌握它。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艾伦手中多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他有些不敢相信，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魔石？巨兽轻声解释，这是他活了几百年，用全身魔力凝聚成的一枚鳞片。他最后一次叮嘱艾伦，作为被世界宠爱的孩子，只要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到达那个终点。随着声音渐渐远去，巨兽彻底消失在结晶之中，只留下一个最后的线索，去寻找那块原始魔石。巨兽消失得太快，艾伦还没来得及问清楚那个所谓的原始魔石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就在他被强光晃得睁不开眼时，耳边突然传来卢卡斯的喊声，这一嗓子直接把他拉回了现实。卢卡斯提着灯急匆匆赶来，总算是在这鬼地方找到了他。艾伦环顾四周，发现刚才那个梦幻的洞穴已经完全变了样，虽然环境不一样了，但他能感觉到那头巨兽就在矿井深处沉睡，刚才发生的一切绝对不是幻觉。卢卡斯盯着他手里发光的东西，一脸疑惑地问那是什么。艾伦沉默了一下，轻声解释说，这是来自神兽的祝福。面对卢卡斯的追问，艾伦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这是神兽送的鳞片，毕竟这种离谱的事除了实话实说也没别的办法。回到魔法塔研究室，马利克看着桌上的宝贝陷入了沉思，一颗罕见的魔核石，再加上一份神兽的礼物，这收获简直大得惊人。马利克心里清楚，这些东西绝不是普通矿石能比的。他特意叮嘱卢卡斯，普通的任务报告照常写，但关于神兽和魔核石的事，他要亲自去跟上面的人谈。这显然是在保护艾伦，不想让这些秘密太早传出去。临走前，马利克还专门叫住了艾伦，他告诉艾伦，既然那是神兽亲手送的礼物，那就属于他个人，让他自己找机会打磨成珠宝。这下稳了，不仅保住了宝贝，还得到了导师的特殊照顾。马利克一边安排后续工作，一边随口提了一句，让艾伦顺便去挑一本属于他自己的魔法书。刚才还一脸淡定的艾伦，听到这3个字，整个人瞬间就精神了。他根本等不及卢卡斯交报告，拽着师兄就往外冲，那股兴奋劲儿拦都拦不住。两人一路小跑来到藏书室，看着满屋子珍贵的典籍，真正的魔法之路总算要在他面前彻底开启了。伴随着锁链解开的声音，通往禁地的大门终于缓缓开启。艾伦停顿了一下，随后推开了这扇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在原地。这哪里是普通的书房，简直就是一座魔法的宫殿，数不清的典籍堆到了天花板，每一本都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伴随着清脆的铃声，魔法书的选择仪式正式开启。谁也没想到这次的主角竟然是他，全场一下子炸锅了，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一个刚来2天的奴隶凭什么有资格参加仪式？周围全是嘲讽的声音，没人相信他能被魔法书选中，甚至有人在等着看笑话。艾伦，你真的要尝试吗？这里就是存放魔法书的禁地。卢卡斯一脸严肃的叮嘱，在这里规矩比命还重要，记住，不是你在选书，而是书在选你，绝对不能伸手乱碰，否则后果自负。如果没有书看上你，那就只能空手而归。艾伦低声问，如果没被选中，我就拿不到魔法书了吗？卢卡斯点点头，这就是现实。大门已经开启，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下了。卢卡斯最后提醒，如果这次没被魔法书认可，你就要回去重新训练，直到攒够积分才能再来。他递给艾伦一个金色小球，这东西竟然直接飞了起来，这是用来全程监控的法器，画面会实时传送到高层，想在仪式上搞小动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艾伦点点头，独自走向那座巨大的书架。卢卡斯在身后挥挥手，祝他好运。这里安静的有些诡异，他甚至能感觉到周围的书架像是有生命一样，正发出微弱的呼吸声。就在这时，前方突然亮起一道光，看来卢卡斯没说错，只有发光的那些才是真正的魔法书。艾伦停下脚步，心里开始犯难了。规矩说绝对不能伸手去碰，但如果不碰，怎么才能知道哪本书选了我？这下麻烦了，规则和现实撞在了一起，他到底该怎么办？就在艾伦犹豫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是什么鬼？难道是图书馆里的恶魔？不对劲，这股气息完全不一样。烟雾散去之后，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头巨狼，额头上还闪烁着诡异的紫色印记。艾伦愣住了，这地方怎么会有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头狼转身就跑。喂，等等！艾伦大喊着追了上去，这头狼到底要带他去哪？艾伦一路狂奔，终于在书架尽头追上了他。这头白狼正静静地坐在高处，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他看起来并不像要攻击的样子，反而像是在审视。艾伦停下脚步，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这时，白狼额头上的紫色印记突然爆发出刺眼的光芒，整座图书馆都被这股力量笼罩。这下对上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野兽，而是某种古老契约的守护者。这股力量彻底失控了，强光瞬间吞没了整排书架。艾伦根本来不及躲闪，直接被这股冲击力掀翻在地。一本散发着紫色幽光的魔法书正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看来这就是那个选择。这下全场都懵了，谁也没见过这种阵仗。围观的学生们议论纷纷，这光芒根本不像是普通的魔法，那个被看不起的奴隶体内到底藏了多少力量？就连导师也坐不住了，这种异常的共鸣，恐怕只有传说中的古代魔法才能解释得通。就在所有人都在猜测时，艾伦已经彻底沉浸其中，他能感觉到手中这本魔法书并不是死物，它在跳动，就像拥有生命的心跳一样。艾伦紧紧把书抱在怀里，仿佛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低声问了一句：“所以，你就是我的魔法书对吧？”早就知道
这孩子不简单，但谁能想到他竟然能做到这一步？克劳斯看着眼前的少年，轻声说：“你们回来了。”艾伦兴奋地递上魔法书：“老师，我拿到它了。”克劳斯点了点头：“其实刚才的一切我全都看在眼里。虽然这书看着有点旧，但绝对是个宝贝，一定要好好收着。都先坐下吧，咱们得好好谈谈。”克劳斯看着眼前的少年，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关于那个神兽给你的祝福，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艾伦，你再跟我说一遍，当时那个神兽到底对你说了什么？”艾伦放下杯子，沉默了一下，开口说：“他当时叫我。神兽到底说了什么禁忌的话？”艾伦低声回忆着：“神兽说我是被世界眷顾的孩子，还说这双眼睛能看到和神兽一样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提到一个名字——七星王，说他们会带我找到魔法的源头。”克劳斯沉默了一会儿，本来觉得现在告诉你还太早，但既然你已经接触到了，那就必须让你知道真相。所谓的七星王是统治这片大陆的7只神兽，他们分别镇守着人类、精灵还有魔族的领地。艾伦敏锐地发现，既然叫七星之王，为什么现在只出现了5个？卢卡斯无奈地摇了摇头，剩下那2个家伙行踪不定，我和老师找了这么多年，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克劳斯放下茶杯，语气变得更加低沉。至于你提到的魔力源头，那指的应该是始源魔石，那是传说中世界上诞生的第一块魔石，没人知道它到底在哪，但只要能找到它，这世上所有关于魔法的谜团就都有了答案。这块传说中的石头真的就在艾伦身边吗？克劳斯神情严肃地看着艾伦，既然神兽预言你会遇到七星王，那你的宿命恐怕就是去寻找那些传说中的存在，并拿到真正的原始魔石。艾伦低头看着手中的蓝色魔石，这仅仅是神兽随手给的祝福，就已经拥有如此惊人的能量。那被称作王的存在，手里握着的石头该有多强？老师，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成为最顶尖的魔导士，去游历整片大陆，把那7位神兽全都找出来。我要亲眼看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魔石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克劳斯神情严肃地告诉一伦，西方的恶魔正在疯狂入侵，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猎杀那些传说中的神兽。如果你执意要寻找七星王，就意味着你会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撞上那些怪物，所以你必须成为最强的魔导士。出发之前，先去地下的攻防区，把你的魔法书好好保养一下。艾伦听从建议，来到地下，眼前的景象让他吃了一惊，这里到处都是锻造的火光，比想象中要热闹得多。看来想要变强，得先从这本魔法书开始。工匠盯着他怀里的魔法书，问是不是来做保养的。这名工匠只是扫了一眼，就发现这本魔法书绝非凡品，叮嘱艾伦一定要好好珍惜。随后便拿着书走进了内室。艾伦盯着对方尖尖的耳朵，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位居然是传说中的森之明。那对细长且灵动的耳尖，透着一股不属于人类的轻盈。艾伦不禁屏住呼吸，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活着的精灵。工匠笑着解释道：“处理魔法道具需要特殊的手艺，那是人类根本无法掌握的领域，所以这间工坊其实是由他们和矮人共同打理。看来想要修好这本魔法书，还得靠这些异族的神秘力量。”艾伦在工坊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头，这些没经过加工的魔石碎片正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旁边的矮人工匠赶紧大声警告：“这东西碰不得，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艾伦趁着保养魔法书的功夫，向精灵工匠打听起神兽的消息。对方一边干活一边点头，说神兽确实守护着森之明的土地。一提到神兽的力量和样子，艾伦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可工匠却无奈地摆了摆手，说自己只是个打铁的，对这些细节并不清楚。不过他给艾伦指了条明路，在森之明当中有一群被称为守护者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护神兽。想要知道神兽的秘密，恐怕只能去寻找那些守护者了。精灵工匠突然凑过来，神神秘秘地告诉一伦，看在你小子闻起来顺眼的份上，送你一个绝密情报。从精灵领地出发的商队马上就要抵达魔法塔了，而且今年的护送人员正是一位实力强悍的守护者。艾伦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这不就是他一直在找的人吗？只要能见到这位守护者，神兽的下落就有戏了。与此同时，在城外的荒野上，一支马车队正顶着烈日赶路。谁能想到，那位传闻中的高手正毫无形象地躺在车顶，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抱怨护送任务太麻烦。魔法塔已经近在眼前，这2个性格迥异的人马上就要撞在一起了。躺在马车顶上的守护者正百无聊赖地盯着天空，他想起那个叫克劳斯的男人，虽然有点意思，但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这实力差距也太悬殊了。守护者忍不住对着天空大喊：“这附近难道就没一个真正有骨气的对手吗？”而此时在地下工坊，艾伦已经拿到了修好的魔法书。艾伦盯着手里的宝贝，嘴里念叨着就差一点了。他显然已经完全入迷，连天亮了都没发现。卢卡斯推门进来，吓了一跳，这家伙居然熬了一整夜，就为了在那擦石头。不过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外面突然变得热闹非凡，原来是旅行商队进城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场面。看着眼前望不到头的集市，艾伦整个人都看呆了。这热闹的街道上肯定藏着不少好东西，艾伦这回算是开了眼界，各种稀奇古怪的宝贝看得他眼花缭乱，差点连正事都给忘了。虽然到处都是巡逻的卫兵，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传闻中那个厉害的守护者根本就没露面，更让他没法接受的是，这帮人居然在做活物买卖。笼子里关着的到底是什么？还没等他想明白，局面突然彻底失控，一声巨响之后，整个集市瞬间变成了火海。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巨大的黑影突然笼罩了集市，人们扯着嗓子大喊快跑，场面一下子全乱了。
摊位被瞬间掀翻，惊恐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漫天尘土遮蔽了视线。艾伦盯着那个红眼睛的大家伙，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怪物的反应太反常了，根本不像是普通的野兽。就在所有人都在逃命的时候，艾伦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冲向了最危险的地方。精灵在后面都看傻了，这家伙难道是疯了吗？这怪物简直疯了！精灵们扯着嗓子喊：“快拿水来！”谁都没想到，平时胆小的家伙竟然这么难对付。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艾伦终于翻开了那本魔法书，他可没打算坐以待毙。这一招威力大的惊人，直接把不可一世的怪物给镇住了，全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旁边的精灵看呆了，谁能想到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孩子，竟然穿着那件传说中的法袍？这下身份彻底藏不住了，真正的魔法使徒居然就在他们眼前！你是不是不要命了？精灵卫兵一把拦住艾伦，虽然感谢他刚才出手相救，但觉得他一个见习法师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场面。精灵们自尊心极强，非要让艾伦退后，说这怪物交给他们就行。结果呢，漫天的箭雨射过去，连怪物的皮都没擦破，引以为傲的箭矢纷纷折断。怪物发出一声轻蔑的低吼，原本优雅的精灵们脸色惨白。这下麻烦大了，精灵们开始手忙脚乱，嘴里还念叨着要是舒米尔在这就好了。就在这帮人到处找救兵时，怪物突然再次暴走，艾伦大喊一声小心。这下全场都看傻了，艾伦这施法速度跟刚才那帮精灵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那头不可一世的怪物在他面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谁能想到这么恐怖的力量，他居然随手就能拎出来，简直就像在玩一样。艾伦举起手中的魔法书，语气平淡的让人害怕：“这就是我的魔导书。”本以为水能克制这怪物，艾伦直接甩出一道巨大的水柱，可谁能想到这只野兽竟然能操控沙子，瞬间就把水流给吞噬了。这下局面彻底失控，精灵们吓得大喊快跑，觉得艾伦这回肯定死定了，毕竟沙子可是水的克星。但艾伦压根没打算撤退，他稳稳地站在怪物面前，手里的魔导书再次翻动，巨大的水流在战场中心爆发，这威力简直就是碾压。精灵们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都在小声嘀咕：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就在大家都被艾伦吸引的时候，那个一直玩失踪的舒米尔竟然躲在暗处偷笑。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普通的魔法轰炸根本伤不到这怪物的根基。艾伦冷静地观察着局势，试图在混乱中寻找破绽。抓到你了！就在那股最邪恶的气息源头，艾伦看准时机，直接锁定了怪物的命门。突然一股绿色魔力袭来，怪物瞬间手身分离。就在艾伦刚松一口气的时候，那个神出鬼没的舒米尔竟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他笑着夸奖艾伦干得不错。这家伙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艾伦一眼就看出来了，舒米尔绝对是个顶级高手，甚至可能就是这里的守护者。那种波澜不惊的眼神，只有跨过无数尸山血海的人才可能拥有如此压迫感。可还没等艾伦开口问清楚，一群卫兵就冲上来，对着舒米尔就是一顿臭骂，怪他关键时刻玩失踪，害得大家差点全军覆没。领头的卫兵气急败坏，唾沫星子几乎溅到对方脸上，指着满地狼藉疯狂咆哮。面对这种指责，舒米尔竟然还笑得出来，一副完全没放在心上的样子。舒米尔这下是真的火了，他指着那群精灵战士破口大骂：堂堂森林卫队竟然要靠一个人类小孩当挡箭牌，简直是丢人现眼。他转头看向艾伦，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可，这小子确实强得离谱。可还没等大家喘口气，那个巨大的黑色怪物再次现身。就在这时，恐怖的冲击波瞬间炸裂，舒米尔飞身扑向艾伦，死死的将他护在怀里。这怪物的命真够硬的，刚才那种程度的攻击竟然还没能让他彻底倒下。艾伦死死盯着他胸口的红色核心，看来那里才是真正的命门。就在这时，舒米尔主动凑了过来，说要给艾伦打掩护，但他可不是白帮忙，非要艾伦事后答应他一个条件。舒米尔这算盘打得挺响，但艾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表面上答应考虑一下，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从这家伙嘴里套出情报。舒米尔举起弓箭，如果我真的把他解决掉，我会考虑的。很好，我能获取幻兽的信息。艾伦翻开魔法书，周身的能量瞬间炸裂。舒米尔这下是真的看走眼了，他盯着漫天奔涌的水流，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他只给舒米尔留了一句话：既然想看戏，那就老老实实在后面给我兜底。